如果你不是美國居民没有美国的社会安全號碼，也就是 SSN， 到底能不能開一個美國賬戶？那麼答案呢是可以，但你一定要注意美元收款賬戶、美國公司銀行賬戶和美國個人銀行賬戶其實完全不是一回事兒。有些賬戶呢，幾分鐘就能在線申請，但只能用来接收美元。那有些賬戶呢，適合做跨境電商和線上業務。還有一些賬戶呢，雖然門檻更高但卻可以幫助你來進入美國的一個金融體系，甚至為以後的申請美國信用卡來做準備。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会把非美国居民目前常見的5種開戶方法呢，一次性給大家講清楚，並且呢，按照申請難度從高到低呢，依次介紹。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鬱金香的跨境電商指南。如果說你也對做跨境電商是感興趣的話，可以訂閱小魚兒的頻道。那麼這個視頻呢，我會從最容易開通的美元收款工具到美國公司賬戶波多黎各銀行可以遠程申請的個人金融賬戶，再到需要本人前往美國辦理的傳統銀行賬戶一一都會給大家講到。不過這裡呢，你不需要把5種賬戶呢全部都申請一遍你只需要先想清楚一個問題，那你開這個賬戶究竟是為了接收美元、經營公司、存放資金，還是為了建立美國的一個信用記錄？如果說你只是想收款和轉賬，那麼開戶速度使用費用和提現是否方便可能更加重要。如果說你準備在賬戶裡存放比較多的資金，那就需要重點關注監管機構、合作銀行以及有沒有存款保險。如果你的最終目的呢是申請美國信用卡，那麼你需要走的又是完全不同的一條路線接下來呢，我會把每種方式呢、開戶條件費用、優點、缺點以及潛在風險呢給大家講清楚避免大家在申請的這裡去少走彎路，也能避免把錢放進不適合長期使用的一些平台裡。現在呢，比較幸運的是現在非美國的居民也有幾種方式可以直接在線開一個美元的一個銀行賬戶。那最常見的就是通過Wise的話，你完全可以遠程注冊通過1天之內呢就可以完成驗證馬上就可以拿到你美國的一個銀行賬戶。你也可以像一個美國本地的銀行一樣呢，接收美国的公司的付款。Wise的一個全球覆蓋範圍呢，可以看到還是比較廣泛的。那麼平时我有時候也會用到Wise比如說接收一些美國公司的付款，還有一些平台只支持打款的到美國的銀行，所以我會把他們先把款打到Wise的美元賬戶裡面，再把錢轉到中國的支付寶或者說銀行卡。那麼它的注冊也很簡單你直接點擊右上角這裡注冊。注冊呢，只需要上傳你的身份證驗證一下你的地址，還需要護照。之前需要護照现在應該會更簡單，大家可以去申請試一下相關鏈接呢，大家可以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找到我提到的所有工具呢，大家都可以去視頻下方的描述欄找到。你注冊這個Wise以後你不僅可以拿到美國的銀行賬戶，那其他很多國家的銀行賬戶呢，你都拿得到。Wise呢，它也是支持超過40種貨幣進行付款和收款支持40種貨幣160個國家和地區。当然类似的替代方案呢，那麼還有呢，空中雲匯這個平台也是可以申請到全球的一個收款賬戶。你可以通過空中雲匯申請到一個美國的 USD 收款的一個賬戶你可以用來接收本地的轉款也可以國際轉賬也可以 PayPal 亞馬遜很多平台的收款它都是可以支持的。你可以開通一個全球的企業賬戶。開通空中雲匯它可以幫你節省大量的時間和成本它是接受本地的付款本地的貨幣付款，快速實現國際付款享受透明的結算流程和銀行間的一個費率它零隱藏費用這個呢非常適合一些大型的一些企業它也是支持180個國家也是120家的国家本地支付付款。通過 GPT 的一个全网全面搜索你可以对空中云汇更加的了解。那它更接近跨境企業賬戶國際收付款，包括換匯企業銀行卡在線支付收單的一個組合它不是單單的一個只是申請的一個卡。這裡相關鏈接我也放在相關的注冊鏈接我也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空中雲匯呢，它的一個
申請的一個使用教程呢，之前我也给大家分享过哈，这儿我会把相關的教程放在視頻的右上角哈，大家有興趣的夥伴可以去看一下。剛才給大家提到的這兩個銀行呢，它也是有幾大限制哈。第一就是這些平台呢，並不是真正的美國銀行比如說這個總部在英國哈，而且它本質上也不是銀行。那麼中文可以理解為它是一個電子貨幣機構哈，這就意味着呢，安全性上呢可能會有一些風險，因為這類平台有時候容易風控突然限制或者關閉你的賬戶。第二，因為它不是美國銀行，所以沒有辦法通過這類的賬戶呢申請到美國的信用卡，也沒有辦法用它來建立美国的一個信用記錄。還有一點可能會因為國家不同差別很大，比如說你來自某一些受限制的國家，這些服務可能就用不了我知道的有一些亞洲國家的客戶能用到的版本呢，它就非常的受限所以總結一下，如果說你是想接收美元的付款轉回自己本地銀行賬戶，像空中云匯這類的金融科技工具的話，就非常的適合。它速度非常快，而且費用低而且開戶也非常的簡單。但如果說你需要的不只是基礎的收付款的功能，那你就需要繼續往下面看後面的幾種方法。美國公司在美國銀行這塊其實也是非常強的這個也是我比較重點推薦的你去申請一家美國公司，用你的美國公司呢去申請一個美國的銀行賬戶。如果你正在做任何形式的線上的業務，比如說跨境電商外貿這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方案。首先你可以低成本的在家遠程就可以注冊一家美國公司，用這家公司呢去開一個真正的公司銀行賬戶。那注冊美國公司的代理呢，這裡注冊美國公司的平台呢，我推薦這裡一個 Loftless 它的鏈接呢，大家可以通過我的視頻鼠標往下拉，在視頻的描述欄可以看到，這裡呢點開更多這裡你會找到美國公司注冊的一個鏈接直接點擊打開。打開之後呢，你就直接會來到這個頁面大家可以暫停視頻找到美國公司注冊的鏈接跟着我一起來看一下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通過這個平台哪怕你在中國大陸就可以在家就可以注冊一家美國公司接下来我也會實操演示怎麼樣通過這個平台來注冊美國公司。這裡如果說你已經注冊了一個美國公司以後呢，假如說你已經注冊好了之後，那麼你就可以用你的美國公司呢去申請美國銀行。比較適合用美國公司開戶的兩個平台，第一個呢，這裡是一個水星銀行，那麼還有一個呢 Flat， 這兩個平台呢有不少的優勢，他們都是可以完全在線開戶不需要你到線下的网点，而且它後台的界面呢也是非常的现代化，非常適合做生意的人使用那你還可以拿到虛擬借记卡，水星银行呢甚至還有信用卡的功能如果說你存入超過25000美元作為抵押，你就可以使用它的信用卡的功能。但这個方案呢最大的優勢就在於水星銀行和 Flat 呢都是屬於美國體系提供的服務，他們都有比較高額的 FDIC 的無限覆蓋。那水星銀行最高可以覆蓋500萬美元，那 Flat 最高可以覆蓋到300萬美元。對於資金安全來說呢，這算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保護所以說如果說你想使用這類的銀行，第一步就是你需要去注冊一家美國公司。這裡相關的美國公司注冊鏈接我已經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怎麼樣來進行注冊注冊美國公司，你選州的話，你可以選擇懷俄明州，也可以選擇特拉华州。費用的話大概就是在300-400美金左右非常的價格非常的實惠。等到你拿到公司以後和 EIN 以後呢，那開戶操作就非常的簡單了。我们這兒先看一下怎麼樣來注冊一家美國公司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在谷歌裡面安裝一個沉浸式翻譯。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它裡面只需要39美金的一個注冊費這兒我們直接點擊開始鏈接我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這兒給大家推薦的就是這個Loftless它的中文名呢叫做西北注冊代理。那這個是一家專業的注冊代理公司，在它的首頁拉到底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成立時間呢已經有很多年了它是1998年成立了。注冊鏈接大家可以在視頻下方找到這是一家老牌的注冊代理所以大家也比較放心它的價格也比較實惠。大家進來呢大概也就看到這樣的一個界面
那我們用這個西北的公司的話，它可以幫你處理註冊的文件哈，相關資料，還會給你提供一個正式的商業地址。而且這個地址呢，一開始就是你需要的，他們會幫你處理年度報告啊，稅務的申請，還可以幫你申請稅號，也就是 EIN。那麼只需要39元的一個註冊費，我們直接點擊進去。進來之後呢，我們就會來到這樣的一個頁面。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來註冊一家美國公司。首先大家進來啊，首先我們來到這個第一個頁面哈，这兒我們註冊是一家 LLC 公司，我們這裡選擇 LLC。那這裡註冊的地區的話，我們這兒鼠標拉到下面這裡，我們選擇一個懷俄明州。那這個選擇非常的重要，對於非美國的居民來說呢，最常見的註冊的就是懷俄明州啊，它的州所得稅是0%，那年度合規呢也比較簡單，基本上每年只需要提交一次年度報告，年費也屬於比較低的水平，而且隱私保護比較強，所以這裡大家選州的時候不要選錯。這兒我們可以看到哈，它這裡註冊的一個收費哈，它每個州的收費不一樣哈。這裡懷俄明州的收費呢是$103啊，其他州會略有不同哈。這兒比如說我們換一個州可以看一下啊，加利福尼亞州啊，它的收費呢就有2個標準哈。如果說你想要快速處理400多哈，慢一點的90，每個地方的收費略有不同。那我們就選擇懷俄明。好，鼠標往下拉啊，這裡我們就點擊右下角點一個繼續。接下來呢，在這裡就是輸入你公司的一個名字。那這個名字大家最好選一個不要和別人重複的名字哈。當然你也可以多備用幾個名字。在提交哈，在西北注冊代理公司在注冊的时候啊，他也会幫你去檢查一下你的名字有沒有重複。如果有重複的話，他們會拒絕哈，會讓你重新改好名字之後再提交。所以這個名字大家要花點時間去想一下。那下面這裡有一個哈，讓事情變得更簡單 EIN 的一個服務。那這個呢，你可以把這兒把它勾選上，因為我們注冊公司的時候想要拿到戶主識別號 EIN 以後，如果自己去我們去申請美國的銀行賬戶，比如說注冊 TikTok 本土的一些店的時候呢，都会用到。如果說你有美國的身份證哈，那麼你就可以不用選這個，但是我相信大多數人是沒有的，所以我們直接選擇這個，選擇下面這個哈。你拥有，如果說你有美國的一個身份證，你就選上面一個；沒有的話，我們就選下面一個。没有美國的一個社會安定的號碼，它的收費是$200。OK， 那接下來我們點一個繼續。接下來呢，它會問你的公司經營範圍，這兒就選擇它默認的經營範圍就可以了。當然你也可以點進去看一下。接下來它會問你要2個地址，一個是你想登記在州政府裡面的一個實體地址哈，另外一個是一個郵寄的地址。我們都直接選擇這個用這個注冊代理地址，2個都選注冊代理地址這兒我們也可以保持默認，郵寄地址也一樣。這樣呢，它就會幫你處理所有的郵件而且這個地址也會登記為你的公司的實際地址。好，下面目前律師不需要哈，這兒我們不用去管它。好，接下來我們又點下一步。那這裡是需要輸入你的一些聯繫信息哈，這個信息呢它是不會對外公開的只是西北公司呢作為一個聯繫你的一個信息，而不是說你注冊公司的信息大家這裡如實填寫就可以了，填一下你的郵箱、你的密碼。後期的话，你登錄西北注冊代理後台管理你公司文件的時候呢，就需要這個郵箱和密碼這裡大家寫好之後，可以呢用你的筆記本呢把它記錄下來。好了，又到下一步，下一步是公司的一個成員管理。這我們可以直接選擇第一個第一個叫會員管理哈，我們選第一個就可以了。下面輸入你的姓、你的名字。在登記地址這裡呢，我們同樣選擇這個注冊代理的地址就可以了。我們又點下一步。接下來它這裡是推薦的一些服務，那這兒我們暫時不需要哈，就不用去管它，直接點擊下面一步。接下來就到了一個付款的一個頁面你就填入你的信用卡信息名字信用卡的信它的一些安全代碼自己把它填写一下。填写一下呢，在這裡呢可以看到去進行付款就可以了。這兒賬單地址的話，這裡你可以如實填寫哈，它也不會給你寄賬單過來。這兒只是一個付款信息的一個賬單。好，最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後可以提交訂单就可以了。他們最後的一個費用呢，在$342也就不貴哈，這個價格是相當划算，$300來基本上就$300來就可以搞定了。那它裡面其實有一個103州政府費哈，这個是不管你注冊哪個州都是要提交的哈，這個費用是直接給州政府的。接下來你就直接去提交付款就 OK 了。那麼這樣呢，你等個幾天呢，那
西北注冊代理呢，他會注冊好之後呢，他会通知你。后面呢，你可以来到西北注冊的首頁哈，後面的話你要查一些進度的話，你可以點擊右上角這裡去用剛才的注冊的去郵箱密碼去進行登錄，好，可以登錄到西北公司的後台啊。他們注冊成功之後呢，你會收到第一個就是公司的一個組織章程啊，公司成立的文件啊，官方的一個證明。那麼你可以在你的後台看到你的注冊代理地址，這個地址會作為你公司在懷俄明州官方的一個地址。第三，你會獲得公司的一個後台哈，在這裡面你登錄到裡面，你可以去管理公司的一些信息啊，比如說申報的文件啦、相關的材料啦。那第四呢，你會收到 EIN， 也就是你公司的一個稅號，後續我們公司的運轉、報稅哈，以及稅務機關溝通呢，都會用到它。最後就是你的公司的一個品牌、公司的名稱哈，也就是你之後对外經營使用的商業的身份。到這兒哈，那你的美國公司注冊了，也注冊好了 ，EIN 也拿到了哈。接下來下一步呢，你就可以直接去水星銀行去申請哈。这兒本期提到的所有的相關工具哈，我都會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和置頂評論區啊。我講到哪裡，大家可以暫停視頻，跟着我一起進來看一下。接下來呢，你就可以到水星銀行來進行開戶。直接點擊右上角，這裡有個開放式的賬戶哈，直接去申請注冊。接下來呢，去提供你的信息，填寫你的公司信息啊，提供 EIN 公司的注冊文件。那你的公司的企業的網站以及簡單的說明，你要去說明哈，你的公司是做什麼業務的。整個流程呢，不需要你人在美國，一般來說填表大概也就是5分鐘左右。一般情況下呢，2個工作日呢，他們就會審核完畢。當然這個方法哈，它也不是完美的，它也會有一點缺點，因為就像這個水星銀行啊，它裡面都只是公司賬戶哈，不是個人賬戶。如果你不能用他們來建立美國的個人，所以說呢，你不能用他們來建立美國的個人信用記錄啊，這個很遺憾。他們也不提供個人銀行賬戶的一個服務。另外，嚴格來說呢，水星銀行和Randland 也不是這種傳統的銀行，而是金融科技平台。他們是通過合作的銀行來提供服務，其實和這個外資有點像。那水星銀行的合作銀行呢，它裡面包括Choice 金融集團，那麼還有這個康乃。這些合作的銀行呢，本身是FDIC 保險覆蓋啊，但是它和外資一樣哈，這些平台也不是所有國家都支持啊，比如說孟加拉国、印度等很多國家的用戶啊，可能無法申請。如果你的国家是在支持的範圍以內呢，那這個就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啊，你能拿到一個真正可用的一個美國公司賬戶，有相對完善的資金保證。也有非常好的線上的工具哈，可以讓你的業務像美國公司一樣正常的運轉。好了，接下來我們要講的這一類銀行呢比較特殊啊，前面我也給大家講過哈，有的國家的用戶呢想接入美國的金融系統啊，選擇非常的少，所以我特意把這一類方案也放進來，主要是呢看能不能幫大家把這個問題給它解決。這類的銀行哈，可以把它理解成體驗風格的美國銀行的賬戶，很多呢它都是設在波多黎各的银行，它是比較特殊的，它既有優勢也有明顯的缺点，但它確實有存在的價值，所以我會把它的原因講清楚哈。波多黎各呢在美國的一個領土上，具體的說呢，它是在美波德黎各，是美國加利比地區的一個領地哈，它和美國的金融系統是連接的，所以說你可以拿到美國的。你也可以拿到美國的 Wallet 也可以像美國銀行賬戶一樣收發美元。但是呢，德黎各的銀行的監管系統和美國本土的銀行並不完全一樣這就會同時帶來了機會和風險。主要有 ZUS Bank， 他們的後台還算比較直接它可以給你一個美元的賬戶，也有美國的路由號碼，並且提供基礎網上銀行的功能這裡很重要。一切重要的一點就是呢，這類银行通常是個人賬戶，它不是公司賬戶，而且可以遠程開通，你不需要當地的地址，也不需要 SSN， 並且提供基礎的網上銀行的功能。這點很重要的一個點就是這類賬戶呢，通常是個人賬戶它不是公司賬戶，可以遠程開通你不需要當地的地址，也不需要 SSN。 那為什麼這類銀行值得講呢？那麼為什麼我們要講這類的銀行
那這裡呢，我就以這個 ZNUS 為例啊，我看过啊，很多人都知道这個 US Bank 的申請資格呢，它支持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居民，它限制的國家名單比很多其他地方都要少。比如說你來自印度啊，孟加拉國，或者說你有其他很多美國銀行無法覆蓋的國家，波多黎各銀行往往會更容易接受你。所以呢，如果你真的需要用最低门檻的方式呢，接入美國的一個金融系統，那麼波多黎各銀行往往更容易接受你。所以呢，如果你真的需要用最低门檻的方式接入美国的一个金融系统啊，波多黎各的银行確實是一個可以考慮的一個選項。但是它的缺點也是非常的明顯。首先呢，它不是免費的，缺點就是它不是免費的啊。像這個 ZENUS， 它每個月大概會收$20的一個月費。他們給出的解釋就是，他們採用的是叫做全額準備金銀行的模式哈。按照他們的說法，也就是說，這意味着銀行不會把客戶存款借給其他機構，靠你的錢去賺錢。他們聲稱呢，會把你的錢留在賬戶裡面，銀行主要是通過每月收取銀行的賬戶的費用來獲取收入，而不是靠拉攏放貸賺取收益。但更大的問題是，波多黎各的銀行呢，適用的是美國本土銀行不同的一個監管的框架哈。也因為這一點，波多黎各銀行呢，通常不受 FDIC 存款保險的一個保護。也就是說啊，如果銀行倒閉或者說破產，沒有美國政府的存款保證，那沒有美國政府的一個存款保險來保證你的錢一定能拿回來。所以說，你選擇這類銀行一定要清楚自己在注冊什麼，承擔什麼樣的風險。那麼我的建議，如果你只是想用一個低門檻的方法接入美國的系統啊，獲取一個銀行，那麼完全可以完成這個目標。它的確很容易申請，也非常方便哈。但我不建議你把大量的資金呢長期放在這類賬戶裡面。它適合的做法就是把它當成付款的一個通道啊，比如用它收款，定期呢把錢轉到你真正使用的銀行賬戶裡面。好了，接下來呢，我們就真正的進入到一個美國銀行的體系。接下來呢，我們就進入到一個真正的美國銀行體系哈。這是第一個能讓你以自己的名字開到的真正美國的個人銀行賬戶的一個方案，而且還是在大型美國金融機構裡面開戶這一類。這裡我找了2家哈可以遠程開戶的機構，從這裡開始開戶要求會明顯提高。這我們往下看，那你找到最好的選擇就是接下來我們繼續往下看哈。那我這裡找的最好的選擇就是嘉西理財哈。它的特別之處就是在於它在某種程度上呢是通過一個繞開的路徑來實現的。嚴格的說呢，你開的是一個國際上圈的賬戶，這個賬戶啊可以讓你投資美國市場，但更重要的是它還可以給你一個完整的個人支票的賬戶和借記卡。那麼嘉西理財特別好的一點就是它不要求你提供美國地址，也可以完全在線申請，而且很多國家的非美國居民都可以開戶。嘉西理財也是美國非常大的一個金融機構之一。不過呢，有一點需要注意，因為它嚴格來說它會嚴格的去管束商券賬戶，所以呢，它不是 FDIC。那 SIPC 呢，中文可以理解為美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公司。那麼嘉信理財呢，也是美國非常大的金融機構之一哈。不過有一點要注意，因為它嚴格來說是券商賬戶啊，所以它不是 FDIC 保護。那麼中文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美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公司。簡單理解就是 FDIC 呢，主要保護銀行存款啊，保護一個券商的賬戶裡面的一個證券和現金。在這個場景下，它們的作用呢有點類似哈，只要適應對象都一樣。這個賬戶附帶的借記卡算是全球使用體驗非常好的借記卡之一，它沒有外匯交易的手續費啊，沒全球 ATM 取款，也不收 ATM 的手續費。而且呢，如果其他銀行收了 ATM 手續費，它還會給你報銷。另外，因為它本身是券商賬戶哈，你還可以投資美國的股票。券商包括美國國債拍賣，很多非美國的居民呢，本來就很難接觸到這些投資的渠道。所以說，如果你想開戶，
可以去嘉信理財找到它的国際賬戶的頁面去看一下。那麼整個注冊流程呢，大概也就20多分鐘就可以在線完成。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最近呢，他們開始要求申請人呢必須提供 PIN 或者說 SSN。如果你沒有 SSN 的話，最可行的選擇就是提供 ITIN， 中文呢也叫做人體，也叫做個人納稅識別號碼這是美國 IRS 給不能申請 SSN 的人呢使用的一種稅號。因為現在很多銀行在給外國人開戶的時候呢，都會要求什麼 ITIN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非美國居民在某些金融或者說稅務場景下使用類似於 SSN 的這個號碼。當然你可以自己通過 IRS 去申請一個 TIN， 但這個過程通常是需要把護照原件寄過去，所以很多人會覺得非常的麻煩。很多人會通過很多人會經過認證的代理，比如說有專門辦理 ITIN 的這些，它的相關鏈接我也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和置頂評論區。你可以找到一些代理機構遠程來幫你申請處理。比如說那麼專門找的一些代理機構來幫你申請的話，費用呢大概是在300-400美金那這裡這個平台專門也可以用它來申請 ITIN 這兒相關鏈接我會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那麼這裡你可以看到它的一個費用呢大概是300多美金這裡輸入你的公司選擇公司，這兒呢它也有額外的服務一般不需要你就不要去勾選它。那這個你可以是去直接用你的信用卡付款相關鏈接大家都可以在視頻下方找到。這個專門用這種代理來幫你申請 TIN。如果說你在購買或者使用的過程當中呢遇到一些問題可以看到右下角這裡呢可以找到他們的一個客服直接在這裡去和客服去進行諮詢對話。OK， 那這裡我們回到正題那麼還有另外這種替代方案可以通過這個叫阿萊恩特信用合作社它也支持遠程申請但是同樣需要 TIN。它也是一家偏線上化的一個信用合作社但它需要注意它不是 FDIC 的一個保險因為 FDIC 主要是銀行用的它是信用合作社所以賬戶資金都是由 NCUN 保障，最高25美元的一個聯邦保險。如果說你想要一個比較靈活正規的一個美國銀行賬戶，而且又不想飛去美國，嘉善理財是我比較推薦的個人銀行方案之一如果說你想作為一個外國人建立美國的信用分，而且申請美國信用卡其實也有辦法，不過這個方案需要做的準備是最多的但確實是可行這個賬戶一般是可以通過美國的大型傳統銀行來做，比如說美國銀行。作為外國人，如果你想在這些大型傳統銀行開戶，需要做什麼呢？第一步你需要有 ITIN。那麼 ITIN 這個問題呢，前面已經給大家講過你可以通過一些注冊代理就可以獲得。如果你真的想要進入美國的金融系統， ITIN 基本是必須的第二呢，你需要搭建一點美國的基礎設施這裡包含一個美國的手機號，因為銀行通常會用它來做驗證。更麻煩的是呢，你還需要某種形式的美國實體的一個存在，通常它是一個美國的住址地址，而且要有地址證明這個地址呢，它不是普通的郵箱地址，也不是 BOX， 因為銀行會驗證這些地址。最後就是你之前呢上期視頻呢剛給大家怎麼樣講過了，怎麼樣去獲取一個美國地址有興趣的夥伴可以來看我上一期的視頻。你還必須本人到場。傳統的美國銀行一般不支持非美國居民遠程開戶這個是不支持的你需要預約銀行的網點，親自去線下面對面的辦理。所以非常遺憾這一步基本上沒有辦法繞開但好處就是呢，一旦你完成去銀行的這種，你需要帶2種，如果說你要去銀行的話，你需要帶2種身份證件，比如說護照再加上駕照之類的第二身份證明。但好處就是一旦你完成這一步即使你不是美國居民，也可以在這些大型美國银行開到自己的賬戶。所以這裡呢有個比較推薦的方法就是從門檻最低的銀行開始逐步開多個賬戶。比如說你已經有了 ITIN 和美國手機號之後，可以選一個對美國地址證明要求沒有那麼嚴格的銀行。有的銀行會更靈活，可能會接受訪客的簽證或者其他文件，而不是一定的強性要求。那傳統意義上的地址證明呢，這種 PNC 銀行就是一個案例它官方有說過
持訪問簽證人也有機會開戶。那如果你先在 PNC 開到一個賬戶，那你就已經有了一個以自己名字開的一個傳統美國銀行賬戶。那麼接下來一步呢，你就可以用這個銀行的流水作為你在美國有金融記錄的一個證明，以後呢再去申請要求更嚴格的大銀行的賬戶就會容易一些這個呢就是一步一步的去最後呢實現你的想辦的銀行。比如說你已經有了第一個賬戶再去美國银行，那麼大通銀行这樣的銀行開戶的時候呢，它難度就會降低很多。那另外一個建議就是呢，盡量去國際人口比較多的城市開戶，比如說像美國的邁阿密這些地方銀行工作人員呢經常接觸非美國居民和國際的客戶，所以他們通常更熟悉這類的情況。理論上來說呢，你只需要去美國一次就可以把整個基礎打好。當然這個方法最大的缺點就是需要提前規劃，你需要真的飛到美國需要準備好相關的文件，而且開戶審核也不是100%保證通過所以我會說呢，如果你本來就要去美國，或者說你的業務或者收入已經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值得花時間和成本去接觸美國金融系統和信用系統，那麼這個方案呢它才會有意義。那到底選哪一種，應該選哪一種，我給你一個非常簡單的判断的逻輯如果你只是想接收美元付款，然後把錢呢轉回到本地的銀行，那你就選本期提到的第一個方案你可以用 Wise， 那麼你也可以用空中雲匯像这種 Wise或者空中雲匯這類的金融科技它便宜速度快而且非常適合基礎收付款。如果你正在做線上的業務需要一個正規的銀行賬戶，第二個方法呢，也就是通過去注冊一個美國公司，去申請一家美國公司，用你的美國公司呢再去申請一個美國公司的銀行你可以去申請到水星銀行那麼你就可以拿到真正美国公司银行賬戶，它的功能也很強，并且也有比较好的一些存款保險的一個覆蓋。如果說你來自一些比較受限制的國家其他方案都用不了。第三種呢，波多黎各銀行可能就是你為數不多的選擇但要记住不要在裡面長期存放大量的資金要盡量控制風險。如果說你想要一個可以遠程開通的美國銀行的賬戶，第四種加上理財這種很不錯你可以拿到正規的美國金融的賬戶，還能投資美國市場，並且呢有一張國際使用體驗很好的一個借記卡。那如果說你本來就願意去一趟美国的話，想要獲得更高級別的傳統銀行服務，那麼第五種呢，大型的傳統銀行的方案呢，可以讓你最完整的接入美國的金融体系。好，那今天提到的其實所有的方法和相關的一些鏈接我都会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希望我的建議呢對你有所幫助如果說這裡你對空中雲匯感興趣空中雲匯的一個教學使用教學之前呢，這裡我也出過一期相關的教程，有興趣的夥伴可以來看一下。如果說你想要做跨境電商想要用 Shopify 搭建網站，那麼你也可以來看我的這期視頻都是非常詳細的乾貨手把手實操教學。那麼今天的視頻就給大家分享到這裡了。喜歡記得訂閱點讚，並且分享給你身邊有需要的朋友有問題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嘍。